你心中的那团火称之为愤怒。在屏幕上，你用它去审判一个遥远的恶人，感受自己片刻的纯洁；在差评里，你用它来发泄对一次微小不满的憎恶，捍卫自己那神圣的消费者主权；在镜子前，你又用它去憎恨那个不完美的自己，发誓要将镜中倒影雕刻成更美的神像。你愤怒于政治的愚蠢，愤怒于伴侣的不解，愤怒于工作的无聊，愤怒于整个世界未曾按照你心中那份名为应该的完美蓝图来运转。这团火让你感到自己是正义的，是清醒的，是活着的，但它也让你疲惫不堪，让你与世界为敌，让你与自己为敌。经中如是说，愤怒为毒根，能害善法苗，但嗔不是敌人。你从未问过自己，这股如此灼热，如此强大，如此不屈不挠的力量，到底在捍卫什么？你会发现，所有嗔的背后都藏着一个无比脆弱也无比神圣的纯真。对不公的愤怒是对公平的热爱，对谎言的憎恶是对真实的忠诚，对愚蠢的鄙夷是对智慧的渴求。嗔不是敌人，它是你内心最忠诚、最勇猛、暂时被我执蒙蔽的护法神。你修行不是要杀死这位护法神，而是要擦亮他的眼睛，让他看清谁才是那个真正的敌人。世尊说，我于尔时节节之解时，若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应生嗔恨。当世尊的身体被肢解时，若心中有我，嗔恨便必然升起。你看，唯一的敌人从来都只是那个需要被捍卫的虚假的我。所以药方是什么？当怒火升起时，第一步，不动，像一个高明的指挥官，在山顶静静地观察着战场上那股属于你却不听你号令的强大的力量。第二步，追问，问他你在为我捍卫什么，去找到那份隐藏在火焰背后的你最深的爱与执着。第三步，化火为光，将那股想要烧毁世界的力量转化为那束能照亮内在宇宙的觉悟。你将不再被这股力量所奴役，你将成为这股力量的主人，你将得到那把最终极的武器，以智慧剑破烦恼贼，为魔结晶。这就是嗔的本相。它不教你和平，它教你如何成为一名更高明的王，一个能将自己最深的愤怒都化为最强兵刃的觉醒的王。